点赞的宝子们，财神小姐姐在线送财喽！关注不迷路，现在就暴富！今天屏幕前的你接财了吗？来财来财来！爷爷，钱多多，你看看你成何体统？身为财神，虽然只是实习的，也该宝相庄严，持重赐福。你这是在干什么？哎呀，爷爷，我这个叫与时俱进，多省事儿啊！我们财神办公也要讲究提升效率的嘛。省事？你看看你省出来的效果。温言实是善人，功德深厚，本该福寿绵长，却因为你的错误操作，让他做什么亏什么。不可能啊！我明明给他送财了。玉帝2日之后要清查人间近3年来的财富分配绩效，这笔烂账是你弄出来的，这是重大失误。若不及时修正，挽回温言的命定财富与福泽，你今年功德扣完。2天，爷爷，这我怎么修？哼，现在知道怕了。别担心，天上1天，地上1年，即刻下凡找到温言，助他重回命运轨迹。不过你这次属于偷偷下凡，除了自带的财气 buff 外，我封印了你的法术。爷爷，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你说他这事儿吧，其实我……哎呀，爷爷，你也太狠了吧！我这个我屁股都摔成8瓣了，好痛啊！应该没有人看到吧？谁准你坑我？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现在的你还配得上我吗？啊，有热闹看。我柳如烟要嫁，自然得是顶顶好的那个。可你看看你自己，自从接手温氏，温家是一日不如一日。更何况你还瘸了，你个废物也配来娶我？哼，真是可笑。你要悔婚？你要是有自知之明，今天就不该来。这个男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他就是我的目标任务，温言。你若不想嫁我，可以早点告诉我。可现在宾客们都到了，你让我温家的脸往哪里放？那是你的事，跟我无关。你这女人太过分了。正好我差个机会接近温言，这不是天赐良机吗？这个男人你不要啦？哪来的小丑，在这玩 cosplay 呢？怎么是闻到味道跑来捡垃圾的吗？你确定这个男人你不要了？你一个小丑，不会是看上温言了吧？我给你个善意的提醒，这温言的命格呢，确实有点问题。不过我出现就是来帮他改命的。如果你要是失去了他，恐怕会后悔哦。我看你不仅是个小丑，还是个疯子。这个女人太欺负人了。哎，瘸子，你要老婆不要？我比他好。好，我娶你。哎，传出去吧，就说温言，不要柳如烟。温言，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悔婚我同意了，那我娶别人你也管不着吧？王叔，我们走。我知道了，他就是想气我，真是幼稚。估计过不了几天又要求我原谅。温言，我可不会轻易原谅你。哇，这就是人间的坐骑吗？是比仙鹤坐着舒服一点哦。功德珠亮了，难道我帮温言解围就能恢复1点福利？太好了！上次来人家还是50多年前，
当时还是阿朴变异，现在居然比我想象中还要繁华。啊，这就是直播里面的游乐场吗？哇塞，看起来好好玩啊！你下次可以带我去游乐园玩吗？少爷他腿脚有点不太方便。好像是啊。今天在柳家，多谢你替我解围了。对了，你家住在哪里？我让王叔先送你。今天耽误你时间了。送我回去？那怎么能行呢？戏台子都已经搭到一半了，哪有主角提前退场的道理？我现在要是走了，你一个人一会儿怎么面对那满场宾客呀？好，那你帮我应付完今天的局面，相应的我也不会让你白白辛苦。事后我会给你应得的报酬，无论你需要什么，只要合理，温某将尽力满足。报酬？本财神才不稀罕你的金银报酬呢！我要的报酬可是揪出那个偷你气运的小偷，恢复天道财运的秩序，顺便积攒我的功德。成交。这都过去多久了？婚礼怎么还没开始啊？听说柳家那位大小姐本来就不情愿，不过要是换成是我，让我嫁给一个坐轮椅的，我也得掂量掂量。妈，如意那边已经明确不会来了，我特地提醒过几家媒体，今天的热搜标题我都帮他想好了。温家长孙大婚当日遭弃，豪门联姻沦为全城笑柄。那温言现在在哪里？他怎么还有脸露面啊？躲起来了。诸位，让我们欢迎今晚的新郎入场。来了！心理素质倒是不错，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收场。有请我们的新娘入场。如果爱残存些温度，这场梦会自动退出。醒来后挽留你脚步。好美啊！怎么可能？这个女人是谁？柳如烟呢？她怎么可能比柳如烟还漂亮？这种气质，如烟根本比不上她。这不是柳家千金啊！哪家新娘这么好看啊？长得跟天仙似的。我看就是仙女下凡也说不定。真有气质。素来温言找了别的新娘。那是大肘子吗？那是虎爪狮子头吗？那是椒盐大虾吗？温言，咱啥时候开始吃席啊？举行完仪式就可以了。那还等什么呢？速度搞啊！青豆豆，你可不要后悔，这样的好日子可能过不了几天了。为什么？从我出车祸之后，我就一直很倒霉，做什么亏什么。哎呀，你只不过是被人偷走了财运而已。放心，我出现就是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的。虽然我不信这种神神鬼鬼，但它的确很有趣。有请新娘新郎交换结婚戒指。温言，你至于吗？我不嫁给你，你就找个演员来骗大家。什么？新娘是请了的演员？怎么把结婚当成过家家一样？我说还真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诸位，我跟温言是真心相爱的。笑话，我跟温言是青梅竹马，从没见过你。这柳小姐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刚才我们不还在柳家门口见过吗？你还亲切地跟我打了个招呼呢。你是那个小丑？我才不是小丑呢！你不愿意嫁给他，我跟温言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他不嫌我来路不明，我不嫌他前路坎坷，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合法合规，情深意切。骗鬼呢！我看是温言怕丢脸，花钱雇你来演戏。你这个人怎么说什么都不相信呢？那这样呢？为了我，是真的，只要帮温言打理解围，就会恢复一点点法力。温言，你怎么敢这样做？你别后悔！要悔婚的也是你，现在我娶了别人，你又来闹什么？你说过你爱我，爱就是不求回报，就算我不要你，你也不能娶别人，要依旧对我好。你不要在这里惹人发笑了。你若不离开，我会让保安请你离开。你走了，走算走，耽误我吃席，真讨厌。好，别急，泥人还有3分脾气呢。这柳如烟呐，还是性子太急，沉不住气。可我看他好像真的不在乎如烟了。这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个慢性子，怎么可能见面就会爱上？我看呀，他就是在做戏，演给如烟看，根本就没有领证。你回头让柳如烟服个软，他还是得被如烟牵着鼻子走。那今晚回去看看就知道了。天天在庙里吃那些没滋没味的香火供奉，嘴巴都快淡出鸟来了。还是人间的食物有灵魂。少爷，钱小姐这是饿了多久了？慢点，别噎着了。好，一点教养都没有。这人间的住处看着也不错呀，这床摸着比宫里的玉石床软得多呀。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你可以走了。啊，我怎么可以走呢？我要是走了，不就印证了柳如烟说的话吗？我们2个现在还真是骑虎难下呢。为什么感觉自被他牵着鼻子走？从你我认识到现在，一共不到12个小时，你为什么要一次次的帮我？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其实我是一个孤儿，我从小无父无母，吃不饱，穿不暖，但是嫁给了你就不一样了，不仅能吃到很多好吃的，还能住这么大的漂亮房子，多好呀！原来你也是个可怜人。那你可以留下来，以后若碰到喜欢的人，可以随时离开。真的吗？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哎呀，好软的床啊！少爷，少夫人，你们醉了吗？还没，你进来吧。少爷，你买的11只股票又全部跌停了。什么？11只股票全都跌停了？还以为他就是有点不顺遂，居然这么倒霉，这背后肯定有人捣鬼。一直这样，只要是我重仓购入的股票，无论之前走势多好，基本面多优秀，都会立刻，甚至在我下单成功的瞬间，就开始断崖式的下跌，抛售永远挂在跌停板上，无人接盘。少爷，已经连续跌停9天了，这可怎么办呢？王叔，你拿给我看一下。正好感觉我的法力恢复了一点点，来试试。金运在天，宝藏无地，万般财气任我拆起。好啦，你们不用担心了，明天呢就会有好消息了。我说，今天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哎，好的，少爷。多多，今天晚上我睡沙发，你睡床吧。哎呀，我怎么能让一个瘸子睡沙发呢？我不碰你不就行了？你们凡人真是扭扭捏捏的。还是算了吧，不太方便。
哦，对了，是不是王叔不在，你不方便自己上床啊？哎呀，都怪我，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嘿嘿嘿嘿。不是你要干什么啊？我抱你上床啊！哎，别！他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搞定！我去帮你拿睡衣啊！是因为跟他解围恢复的法力吗？除了解围，还做了什么？啊，对了，肢体接触。第一次他握了我的手，第二次我亲了他，也许是碰他才会恢复法力。我来试试。碰到了，有没有？法力有没有动？好像有一点点暖流，太微弱了，不确定，再抱紧一点试试。不行，太明显了，就这样，再感受一下。好香，好软，手感真好。刘小姐，这真的不行啊！你拦我，让我进去！钥匙给我！我就不信他们真的……少爷少夫人，他非要进来，我拦不住他。你们竟然真的睡在一起！温言，你赶紧把这女人给我赶走！之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你永远也别想看到我。没亮，看来是得帮温言解围打脸才行。这女人又来给我刷经验了。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你怎么老是阴魂不散的缠着我老公啊？哦，我知道了，你想给我老公当小妾是不是？我呢也比较大度，这样吧，我选一个良辰吉日，代夫纳妾怎么样？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啊？不过就是我不要的垃圾，别以为自己找了个宝，等着以后一起变乞丐。少爷，你买的股票全部涨停了。什么？这个废物，不是做什么亏什么吗？又连一颗，太好了！怎么可能？王叔，你是不是看错了？没有啊，你看，有我在，什么都有可能。某些人啊，就是山猪吃不了细糠。你说谁山猪？谁对号入座说谁啊？少爷，不过买到油田还是采不出油来。不过就是一时的好运罢了，代表不了什么。因为这个油田的事，董事会对你很不满，他们去医院找老爷子逼宫，要求他撤销你继承人的位置。告诉董事会，别逼爷爷，如果这次还是失败的话，我主动放弃继承权。当真？我说话向来一言九鼎。钱朵朵，等温言连继承人的位置都没了，看你还得意什么劲？王叔，把无关紧要的人请出去吧，我跟少夫人要换衣服。刘小姐，请吧。少夫人，给我吧。啊，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油田上看看。你带我一个呗，不跟你去怎么刷经验？那里太偏僻了，很危险的。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一个瘸子都能去，我这全虚全矣的，怎么不能去？少夫人说话不忌口的吗？那我们一起去吧。走吧。走。温总，第3口勘探井今早刚停转，和前面2口一样，就见着点油花，但压力流量都跟不上，根本就达不到工业开采价值。我们按原地址图扩了2个位置，结果继续勘测，不是还有2个预备点没有打吗？全部打完。可是温总，
那就需要追加预算，希望还非常渺茫啊！我要看到每一个数据。我的好哥哥，就不要再浪费公司的钱了。是啊，我们温家就算再有钱，也经不起你这么瞎折腾。你好歹也为董事会考虑一下。你们怎么来？听说你告知董事会，如果再开采不出石油，你就自愿放弃继承人的身份。我特意来见证一下。那你可能要失望而归了。小美人，你大概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我这个哥哥，那是做什么就失败什么。你恐怕是奔着他的继承人身份来的吧？你的小算盘要落空了。不过你长得这么漂亮，我倒是不介意你来做我的金丝雀。我呸！你个小贱人，敢冲我吐口水，住手！三角眼带刺，心术不正，专洗算计骨肉。这鼻梁起结还倒钩，自私自利，翻脸无情。这两片嘴唇嘛，薄得像刀片，说出来的话自然又毒又无情。这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损人不利己的穷酸气。不像是我老公，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之相。哼，富贵相。这么好的一片油田给他，他连一滴石油都给我开不出来。我看他就是扫把星转世。哼，还没挖完呢，你怎么就知道没有啊？还嘴硬是吧，钱多多？好，今天你要是能把这个破地方开出石油来，我温浩当场把它给喝了。他为什么这么信誓旦旦？难道偷走温言财运的就是他？好，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吧？温二少，一言为定。金玉在天，宝藏于地，万般财气，任我拆起。刘刚，去那儿挖。好，好，走。就这儿，给我挖，用力，往外跑。油，是油，真的出油了，快来看呀！啊，有石油，真的出油了，快来看呀！怎么可能？明明就……王叔，我们走。是。什么？这不可能！石油，真的是石油！文总，你看，这随便挖几下就这么猛，这绝对是个富矿啊，而且储量惊人。快起来，脏死了！哎呀呀，温二少，你这是要提前尝尝鲜吗？虽然您刚才豪情壮语，说要当场喝了它，不过呢，这原油可不好直接下肚，容易中毒。要不你舔一口就行，意思意思。也算是兑现承诺了。你，哎呀，这味儿可真冲啊！你真是个毒妇，竟敢逼我儿子喝石油！我说你这个更年期的老女人是记忆力不好吗？我来帮你回忆一下。钱朵朵，你要是能在这破地方挖出石油来，我温浩当场喝了它。我温浩当场喝了他，只是年轻人之间斗嘴的气话，岂能当真？好，我们走，不跟这种没教养的人一般见识。温言，你爷爷要是知道你娶了这样一个货色，一定会被你气死。她现在是我的妻子，你身为一个长辈，说话还是积点口德吧。刘工，你们接着挖。快挖，不许挖！我看你们谁敢动！文言。醒醒吧，老爷子没几天了，医院下了几次病危了，你现在做什么亏什么？董事会有几个会认你？等老爷子一走，温家集团还有这块油田，那都是我的，你凭什么跟我斗？温浩，爷爷平日里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样诅咒爷爷？咒他？我说的是事实。他在医院躺了几年，清醒了几天，还有昏迷几个月，现在更是昏迷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更长。医院是怎么说的啊？做好准备，那不就是大限将至的意思吗？我不过就是把实话说出来而已。
好的。文总，医院那边来电话，老爷子突然病危，正在抢救，让所有家属赶紧过去，说这可能就是最后一面了。什么？医生怎么样了？老爷子是不是不行了？文老爷子这个状态，恐怕大罗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了。你们还是快点准备后事吧。院长呢？叫院长来。找院长有什么用啊？张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你爷爷什么情况，你难道还不清楚吗？瞎费些功夫。我看你们就是想让爷爷有事，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不对啊，这人阳寿还没尽呢。温言，这个老头对你很重要吗？很重要。好，那我能救。你救？张医生可是医学博士，国内排名第1的脑科专家。张医生都说无力回天了，你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你敢口出狂言？是啊，你莫不成还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那倒不至于，不过阎王爷呢，确实欠我一个人情。这个人本身就阳寿未尽，可能是牛头马面搞错了，我要回来就是了。你是不是短剧看多了，把脑子看坏了？还阎王爷，还地府。钱朵朵，老爷子不行了，我们全家都很伤心，你还在这里风言风语。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老爷子不行了，那我试试又如何呢？温言，你愿意相信我吗？我相信你。好，那你守在这，哪怕是老爷子咽气了，不能让他们盖棺，等我回来。好。切！从他出现起，我身边就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他难道真的是仙女吗？哎呀，差得多呢。哇塞，这几年没见，变化还挺大的嘛。这数字化转型可以啊。连前台的机器人也换新的啦，太酷了！笑人。哎呀，你管他呢。哎，朵朵姐，真是你！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终于肯主动来看我了。哎呀，我还以为你把我这弟弟还有咱家这摊子业务都给忘了呢。我来找你要个人，一个阳间叫温百荣的老头。我说你们下面人是怎么办事的？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人家时辰还没到呢就给带走，赶紧把人魂魄还我，我送他回去。温百荣，朵朵姐，你等我查查。查到了，姐。这个温百荣，原始阳寿合同确实没到期，按照正常生理周期流程，他不该被带到这儿来。但是好像有人搞鬼。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多半是跟偷温元气运的人是一伙的。有人用了一种阴损的邪术，强行干扰生死规则，想借我们地府的幽冥之力，偷偷摸摸的把他剩余的阳气给消耗殆尽，营造出一种寿终正寝的假象，这是严重违规，扰乱阴阳秩序。要是让我抓到是谁，哎，你少在这给我废话，赶紧把人给我查清楚了。好嘞，姐，你别急，我这就给你调出关联回溯。我说你这什么破画质啊！我不充会员就不给我看高清是不是？赶紧把监控换成4K 超高清，这人脸识别给我拉满拉满。姐姐，这不能怪我吗？这个邪术本身就自带干扰和反侦查，我们回溯到这个画面已经是极限。况且我们地府的技术部门最近预算有点紧张，更新换代是慢了点。要不，姐姐给我拨预算，我立马让他们加班加点，更改一下算法。给我起开吧你！我说你怎么这么殷勤呢？原来就是想找我多要点钱。我告诉你，这个温百荣是一个好人，他不该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而且，
这个人，他对我很重要。我不管，你赶紧把人给我带回来。放魂归体不难，他毕竟阳寿未尽，地府留之无礼。只是这施法者竟敢行此逆天之术，一次不成，恐有二次。你在阳间还是要尽快查清根本，斩除邪法，否则救得了这一次，救不了下一次。你放心，揪出这种使坏的人是我的专长。你现在赶紧把人魂魄还我。判官，将生魂温百荣带来。老爷子，您别怕，我带您回家。哎，你文言，接受现实吧，让爷爷安详的走吧。别再让他受罪了，让爷爷安详的走吧，别再让他受罪了。谁都不许碰爷爷！该摆布更不可能！都给我等着！你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还相信这疯丫头的胡话？说不定他早就跑了。你看爷爷现在，难道你非要让爷爷走了都不安宁吗？等着！宣布死亡时间：晚上8点37分。不许动！拿开！我说了，等着！文言，你疯了吗？爷爷已经走了，你还要折腾他到什么时候？啊，这不可能！这个不是我之前不小心弄丢下凡间的仙丹吗？怎么在人间被拍卖？哈，有意思。看吧，我就说我能把它给带回来。爷爷，我说，爷爷，既然温老爷子已经醒了，那我们就走了。这丫头是谁呀？她是我的妻子。哦，不错，看到你结婚了，我就放心了。10几年没见，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姑娘，来，到爷爷这边来。爷爷呀，猜到你会来看我，所以提前准备了红包啊！红包？哇，这么厚啊！以前都是我送给别人，现在被别人塞红包，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呢。谢谢爷爷。不过爷爷，我们10几年前应该没有见过吧？爷爷，这可不是柳如烟。我老头子呀，还没老糊涂。这两家的婚约是我亲自定的，她不是柳如烟，她是谁呀？她不是柳如烟，她是谁呀？爷爷，并不是我不履行承诺，而是柳如烟她当众悔婚。柳家在董事会呀，能说上话。现在好多董事和他家交好，我定下这门婚约呢，柳家就站在我这一边，所以才能做到总裁的位置。还是爷爷明事理。像我这样的大女主，我选谁，谁就是主角。温言，如果你把这个小丑赶走，我就让爸爸继续支持你。多多是我的妻子，我是不会赶她走的。那我就让你失去总裁位置。这些年你做什么亏什么，要不是有爸爸和爷爷鼎力支持，你早就被赶出董事会了。是啊，这些年温言亏了那么多钱，再让他这么折腾下去，我温家要破产了。亏了不
在转吗？风水轮流转不是吗？爷爷，我们这次去勘测油田，发现了很多新的石油呢，保守估计有10几个亿的收入。真的？真的，爷爷。自从朵朵来到了我的身边，以前很多陷入僵局的事情都开始有了转机。对了，刚才就是朵朵救的你。哼，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刚才这丫头不在，她出去了一趟，又回来了，正好老爷子就活过来了，还说是他救的。我看呀，是老爷子积德行善，有老天庇佑，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刚才啊，我这到了地府，是一个小丫头把我带回来的，长得依稀就跟这朵朵一个模样，依稀就跟这朵朵一个模样。地府，爷爷，我看你是病糊涂了，产生幻觉了吧？就算那个油田走了狗屎运，又能怎么样？您好好看看您最得意的好孙子，彻头彻尾的残废，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摊子。我们温家100年的声誉，就因为他能为整个上流社会的笑柄啊！爸，好说的对，爷爷出事后，所有的权威诊断都白纸黑字的写着，脊髓损伤不可逆，神经恢复希望渺茫。这不是我们咒他吧？谁说他站不起来了？你不会又想说你能救吧？之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真以为自己能起死回生了？对，是灵丹妙药就能救。如果你们不信，我们来打一个赌，1个月之内，我保证让温言自己从轮椅上面站起来，稳稳当当的走在你们面前。如果他没有站起来，我跟温言自动放弃温氏集团的所有股份和继承权利，从此净身出户，跟温家再无任何瓜葛。但是，如果他站起来，那你们所有人，包括你，温浩，还有你，从此以后闭上你们的嘴，收起你们那些小心思。温家的继承人只能有温言一个，你们不准再说半个不字。你们敢赌吗？你们敢赌吗？好，赌就赌。好，我相信朵朵，她呀，绝不是一般的人。哎呀，我觉得我呀，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你们呢，给我办理出院，咱们回家。好的，爷爷。这怎么可能？难道这个钱朵朵真有2把刷子？得去找大师，探探他的底细。爷爷，那我们一起回家吧。好。哎。你有感觉吗？没有。这里呢？这里有感觉吗？也没有。哎，要不你还是脱了吧，不脱不方便。我怎么了？哎，你慢点。这个角度你能更好发力。看来我这把老骨头很快就要抱上重孙子喽。朵朵这丫头果然是咱们家的福星，福星啊！果然我碰到他就能恢复一点点法力，以后要多给他按了。这样呢？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对，朵朵，我真的能再站起来吗？本来我之前还是没什么把握，但是现在有了。最近呢，江城有一场拍卖会，只要能拍下这枚9转单，再配上我的方法，别说是让你站起来，就算是恢复如初，再去跑场马拉松都没问题。真的？谢师出大事了！我们家那个老不死的，今天他突然在床上自己活过来了，而且看精神头比入院前还要好。看来有高人出手，
今日你们身边可有奇怪的人出现？有，就是温言娶回来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钱朵朵。今天就是她在病房大言不惭地说，1个月内可以让温言那个摊子重新站起来。莫非真是那个丫头搞的鬼？她难道真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邪门本事？看来出手稳住那老东西的魂魄，驱散本座种下的食阳咒的，十有八九就是他。可他才多大？看着也就20出头。浩儿，如果他不只是运气好，而是他真有这种逆天改命的本事，那他说的1个月，文言的腿……先师绝不能让他成功。文言一旦站起来，凭他发现石油的功劳和老爷子的偏心，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我们筹备了这么多年，千万不能栽在一个野丫头手里，一定要想想办法。是啊，求先师出手，无论用什么方法，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绝不能让文言站起来。对了，还有那个钱朵朵，也绝不能留。想让本座出手，倒也不是不可以。先师，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若拿到继承权，要将1半的股份交给我。这个是温家的祖产啊！先师，我同意。妈，若是温家落在温言的手里，咱们娘俩可还有路走吗？逆转伤及脊髓之伤，绝非易事。那小姑娘纵有金光护体，但道行深浅未知。若要成事，必借外物或行险招。对，我隐约听到他在温言房间里面说到什么拍卖会、丹药，好像是9转丹。9转丹，难怪若此等灵药现世，倒真有一线生机，重续断脉。听着，绝不能让此丹落到他们手里。拍卖会上不惜一切代价。这几枚阴煞符，拍卖会前想办法置于温言日常接触最多的地方，加深他腿部的阴煞之气，让伤势恶化。双管齐下，拍卖会夺单是明线，暗地里下绊子是阴线。明白了，先师，您放心，事成之后答应您的报酬，分文不少。我们这就去准备，绝不能让那小贱人坏了我们的大事。怎么了？没事。哎呀，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嘛，扭扭捏捏的。我的腿好像更疼了，像是有寒气从我的骨头缝里往外冒一样。我跟他多仙气都没有用，难道背后的人又出手了？这样呢？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很暖。等我们拿到9转丹，你一定可以站起来的。好。你们怎么来了？你能来，我们就不能来了？温言，据我所知，你这些年亏了不少钱啊，都是拿自己的私产贴补亏空。你还有钱吗？今天这里的拍品，每一件都价值不菲。
我们有油田呀。油田？还来不及变现吗？切，不就是钱吗？我要多少有多少。今天在这儿看上的东西，我们一定会带走。哟，个头不大，口气倒是不小。今天这里一杯香槟能抵过普通人1年的薪水，不要硬撑，何必为了一时硬气，惹得最后后悔呢？毕竟你代表着温家的脸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喽。哼。你不会真的没钱吧？放心吧，我把股票全部变现了。温浩他们出现在这里，肯定是冲着9转单来的，肯定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钱。今天我们这场拍卖会只有1件拍品，它并非出自哪位大师之手，也非哪位名人的旧藏，它源自一处极其隐秘的古代遗迹，据传有逆天改命的奇效。神秘古方9转丹，仅此一枚，起拍价8000万，每次加价不低于500万。这玩意儿在天界我都当糖豆嗑，没想到到人间这么值钱。1亿1000万，1亿5000万，1亿8000万，2亿，2亿3000万，2亿3000万，2亿8000万，2亿8000万，3个亿，3个亿，他怎么出这么多？多多，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多钱了。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多钱了。可是，要是这个9转丹买不回来，你的腿就没有办法治了。可能我们应该如此吧。认命吧。3亿2次，3亿2000万，3亿2000万啊！荒唐，真是荒唐！3亿2000万，就为了买一个古籍上寥寥几笔记载、无人验证的传说。现在的年轻人为了些虚妄的念头，真是拿钱当纸烧。温家这长孙怕是贪久了，连脑子也不灵光了。你懂什么？人家哪里是买药，分明是买一个站起来的梦。死马当活马医吧，你哪懂残疾人的渴望？哼！要么加钱，要么把嘴给我闭上。 3亿2000万，这位女士出价3亿2000万，还有加价的没有？有钱吗？你就瞎喊！我有没有钱关你什么事儿啊？别打肿脸充胖子！我要求核实这位小姐以她所代表的温言先生的资金状况、竞拍资格。如此巨额的报价，我不希望有人恶意竞拍，以及扰乱会场秩序。这位女士，根据我们拍卖行的规定，如果其他竞拍者提出合理质疑，我们将对所有参与这件高价拍品的宾客进行简要的资质复核，请您理解。多多，别担心，我还有些固定资产，然后再去借一些，能填上的，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放心吧，别担心，这件事交给我。江女士，你确定要在这里跟我进行验资吗？当然要验，这是对拍卖行规矩负责，更是对现场所有有实力的贵宾负责。不然，什么阿猫阿狗都敢空口喊出天价，那这拍卖会成什么了？菜市场讲价吗？对，你说的的确有道理。要是我有这个实力，江女士，你打算怎么办呢？我给你道歉。哼，就一句道歉就结束了，这是不是太容易了点儿？那你想怎么样？如果要是真有这个实力呢，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说上3声，是我对不起钱朵朵，是我狗眼看人低，怎么样？
他们不会真的有钱吧？不可能，我刚才又核查过一遍，原油还来不及变现，银行那边我也打探过，没有大额贷款记录，他们就是虚张声势，想吓退我们。好，我答应你，现在可以开始核查了吧？好，金运在天，宝藏于地，万般财气，任我差遣做。哎呦，钱多多，你这是干什么？现场做法，还是念经求菩萨显灵啊？有了，有了。我们这是在核查资产证明，需要的是银行卡、银行本票或者经过公证的资产文件。钱多多，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这是过家家的玩具吗？还是你又是从哪个电视剧里面学出来的桥段？拿着一枚破铜烂铁，想抵3个亿？我看你不是来竞拍的，是来搞行为艺术，来逗大家开心的，是不是啊？啊！行了，别再装疯卖傻，丢人现眼。摊办师，我强烈建议现在就立刻取消钱多多以及他代表的温言先生的竞拍资格。他不仅恶意竞拍，而且还公然扰乱拍卖秩序，用这种儿戏般的方式侮辱在场的所有人。你给我看清楚了，这枚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武德4年所铸的第1版，传世极罕。3年前在苏比附，一枚略逊于此的铜钱，落锤价也要2300万英镑。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够，太高了！这枚钱币从形制秀色、字孔磨损来看，确实是一枚极其罕见的出版开元通宝，国宝级的珍品。那现在这枚9转传世丹是不是可以归我了？是的，温女士，我这就去帮你办理手续。江女士，现在是不是该兑现我们之间小小的赌约了？你一个小乞丐，怎么会有这个？不对，他一定是偷的。哟，偷这个字多难听啊！你说我是偷的，那失主在哪儿啊？是我的，你偷我的！你刚才还说我拿的是破铜烂铁，是你的，你能不知道？愿赌服输，在座这么多人啊，你们2个该不会是想赖账吧？我江禅，对不起钱多多，我狗眼看人低。我江禅，对不起钱多多，我狗眼看人低。我江禅，对不起钱多多，我狗眼看人低。可恶，这个死丫头，竟然让我颜面尽失！我绝对不会放过她！妈，别着急，既然没得到，我有别的办法。多多，你在找什么？丹药不是已经拿到了吗？虽然说药是拿到了，但是还不能使用它。想要服用它，必须要讲究天时。天时？对，天时就是一天之中阳气最鼎盛的时刻，也就是午时正刻。那时天地间阳气最底，火气最旺的时候，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丹药的纯阳药力，可以助你一举冲破堵在你血脉中淤堵的阴寒之气。所以呢，我们才要妥善保管到合适的时辰。可是我怕江禅他们会用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所以我们更得想办法把它藏在一个他们又想不到又够不着的地方。那把它放到我的保险柜里面吧，密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么明显的目标，甚合我意。好啊，那我们就把它放在你的保险柜里吧。好。
还想治好腿？做梦吧你！我们呀，出去转转圈，晒晒太阳，去阴邪之气，回来我们再去用药，然后这个腿说不定就好了呢。好。走了，他们出去了。快，浩儿，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妈，你在楼下看着，小心王叔和佣人。我先上去，阿威应该整得差不多了。去。怎么样？抓紧点时间，钱多多他们可能很快回来了。所幸结构很复杂，比预想的要难，还需要一点时间。朵朵，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哟，您今天怎么主动跟我们搭话了？平时不都是无视我们吗？我作为长辈，还不能关心关心你们了？是这样吗？我看啊，应该是有人故意干坏事，你故意跟我说话拖延时间，或者通风报信吧。快点，没时间了。开了。等下看你们怎么办。妈，怎么样，儿子，拿到了没有？拿到了。你看，我把药给调包了，看他怎么救文言。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呀？啊，我们在说公司的事儿呢。爸，您不是去公司了吗？怎么就大中午的回来了？昨天晚上朵朵就给我发信息，说是今天午时啊，是温言用药站立的吉时。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这个做爷爷的能不到现场见证吗？哎，丫头呢？爷爷，在这儿呢。来了，他果然拿着那个宝贝盒子，里面装的是我换进去的假药，好戏开场了。老头子也过来，正好让他亲眼看看他最看重的长孙和孙媳是怎么一败涂地的。温言，朵朵，准备的怎么样了？爷爷，万事俱备，只差及时。您回来的刚好，可以给温言最大的支持和见证。这丫头啊，嘴巴就是甜，爷爷听你说话心里就舒服。那我们就开始吧。不是我说，这九转丹听着这么邪乎，花这么大代价，千万别抱太大希望。万一啊，我说万一啊，如果真没什么效果，也要平常心，不要太伤心。对，你说的没错，这丹药光看外表，确实是难以发现它真正的药效。古书记载玄妙，可你要知道，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来他真的毫无察觉。热，好热啊！我的腿有感觉了。怎么可能？我明明……文浩，你刚才说什么明明？明明什么？明明可能怎么样？文浩，你是不是就觉得我丈夫的腿明明就不该有感觉，明明就该永远站不起来？还是说你明明就知道我刚才给我丈夫吃的是什么别的东西？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很惊讶。哎，朵朵，你误会了，浩浩啊是太关心他大哥了。温言，别管他们，集中精神，感受药力，试着动一下腿。好。
动了，动了！温言，你的腿能动了啊！爸，只是脚趾头动了一下，或许是神经反射，或许是心理作用。这离真正站起来还差得远呢。当年多少专家会诊，那结论都清清楚楚的呀。温言，我扶着你，你站起来试一下。好。站起来了，我的乖孙子，你能站起来了！我居然站起来了！多多，你真是我的福星啊，多多！我本来也是为你来的嘛。你说什么？啊，没什么。你刚恢复，还要静养，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说。好。你们现在是不是很好奇？你们明明换了他的药，可温言还是能站起来。你什么意思？你们打开保险柜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现对面有只小熊吗？什么小熊？我不知道。还嘴硬是吧？小熊的眼睛是一个针孔摄像头，现在视频画面已经传到我手机里了。爷爷，他们不想让温言站起来，居然想偷梁换柱。畜生！温浩啊，你和温言那是血脉至亲，你怎么能害你的哥哥？那还不是因为你处处都偏向哥哥，同样是温家的孩子，凭什么他能继承温氏？你心思狭窄，小肚鸡肠，拉帮结伙，中饱私囊。我要是把温氏交给了你，那是害你，更是害了温氏上下几千名员工。浩儿啊，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输给温言的不是出身，是这里。哎，温浩，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做一个富贵闲人不好吗？谁会嫌赚钱多？钱就是地位，钱就是权力，钱就是别人仰望与臣服。没有温家继承人身份，谁会多看我一眼？哎呀，又是钱的祸！我们温家祖辈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业，就是为了荫庇子孙，让后人活得更舒服一些。可是没想到到了我这儿，钱没能带来和睦，反而养大了野心，凉透了亲情，使我们这个家分崩离析。钱呢，到底是好还是坏呀？财帛动人心，我司掌天下财运，本以为是赐福众生，可没想到财富也滋长了无穷的贪念，扭曲了手足亲情。钱好像真的成了这个家的祸根。难道我100年来所行之事，所散之财，在某些时候非但不是福泽，反而是催生罪恶的土壤？爷爷，钱不是错，错的是人心。财富本无善恶，全在乎人心。温浩错把财富当成了衡量自己价值的唯一尺度，但他却忘了，财富是工具，是让家人过得更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回馈社会的工具。温浩，你现在清楚了吧？爷爷为什么不让你接管温氏集团？这就是你跟温言之间的差距。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人想要拥有财富，首先要有驾驭财富的品行。坏人是不会得到财神眷顾的。钱多多，温言，你们两个不要太得意，你们等着。哼！你要带我去哪儿啊？这么神秘。看。好漂亮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路过了这个游乐场，你问我能不能带你来玩。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了，没想到你还记住了，我自己都忘了。走吧，我带你去玩。走。好。这
你把手机拿出来。耶！走。哇！我要那个。给。那是温言吗？他腿好了，去看看。温言，真的是你，好巧！这女人之前对温言态度那么差，现在看到她好了，秒变热情。没想到你这么木讷的人还会来游乐场，陪我老婆玩呢。温言，我想跟你道歉，对不起。说完了吗？说完了的话，我们要去玩了，走。温言，你非要这样吗？我都跟你低头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之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你把这个钱朵朵赶走，我们的婚约继续。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已经结束了，刘如烟。现在我的妻子是钱朵朵，我不会赶她走的。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我去查过了，你们根本就没有登记结婚。你这倒是提醒我了。朵朵，我们明天去补证吧。这可怎么办啊？我在人间可是没有身份啊。朵朵，她不愿意吗？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你不就是在等着我给你低头吗？我知道，你从小就众星捧月，被宠坏了。你觉得你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应该得到什么东西，你觉得我应该站在原地等你，但那一切都是你的想法。刘如烟，我们已经结束了。钱朵朵，你不知道吧？温言的腿是为了救我才断的，我跟他是青梅竹马，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带你来个游乐场，你就感动了吗？哎，我13岁那年第一次来生理期，吓得躲到卫生间里面哭，谁也不敢告诉。是你翻墙出去给我买卫生巾跟止痛药，还被教导主任给抓住，在国旗下面念检讨。那时候所有人都在传我们的笑话，可是你站在台上脸通红，也没有说出我的名字。16岁，我钢琴比赛前一天紧张到发烧，你在琴房外面守了我一整夜，隔着门陪我说话，还给我念舒曼的曲子，直到我睡着。第二天我拿了金奖，你比我还高兴。20岁，我在国外滑雪摔伤了腿，你立刻放下手头至关重要的并购案，飞了10几个小时来陪我，带我去治疗，整整3个月。温氏因为并购案的失败损失了多少你不是不知道，还有这条腿。25岁，我们一起去看流星雨，回程路上被酒驾的疯子开车撞过来，你想也不想的猛打方向盘，把我护在你身下，玻璃碎了，你的脚被变形的门死死卡住。原来他曾经这么爱他。这些是他忽然出现的小丑能比的吗？我不相信短短几个月你就爱上他了。就算是别人，我也会救的。刘如烟，我们已经结束了。我现在的妻子是钱朵朵，请你不要再继续打扰我和我妻子的约会了。温言，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要是不跟他分开，我就让爸爸不再支持你。这个小丑，他就爱你吗？还不是为了钱？
你没了继承人的位置，他也不会要你的。你这倒是提醒我了。多多，我们明天去补证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多多。多多，你是不是不想跟我领证？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而且最开始不也是为了解围嘛，所以就没有必要啦。那你留在我身边，真的只是为了钱吗？我是来帮你改财运的，那应该算是吧。那如果我不需要你帮我了，你就会离开我？对啊，我帮你改完运就要离开了，也不知道为啥。温言腿都好了，背后的人怎么还不露面？我流泪了，神仙也会流泪吗？为什么一想到真的要离开他，心会像被掏空了一样，好难过。多多，我觉得我会一直需要你，请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好吗？听说你最近在复健，我特意炖了骨汤，对骨骼恢复有好处的。怎么不接呀？人家专门给你做的。医生有专门的营养食谱，多多也把我照顾得非常好。我跟多多还有事，先失陪了。走。哟，热脸贴冷屁股，可人家现在满心满眼都是那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钱朵朵。你的关心啊，人家不在乎。要你管？你是特意躲在这里看我笑话的是吧？不，我就是想问问柳丹小姐，你之前不是说不让你爸支持温言的吗？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我跟我爸提了，可我爸说当初是我任性毁约在前，错在我。温言之前只是运气不好，其实能力很强，为人也重信守诺。我爸他好像还挺欣赏他的。切，我也不知道我爸怎么想的，明明我才是他的女儿。挺欣赏，哼。那如果有办法让柳师伯不得不改变主意，又或者说让他有更充分的理由把宝压在另一边呢？你什么意思？什么另一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嫁的人是我，你看柳师伯现在是谁有能力就支持谁，但如果他的亲女儿嫁的人是我，他还有什么理由去支持另一个人？你，文浩，你疯了吗？我跟你结婚？我没疯，我清醒得很。柳如烟，你也不想想，温言现在已经不要你了，你继续在他身边耗，除了自取其辱以外，你还能得到什么？但是你嫁给我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联手，我不仅可以给你温家女主人的地位和荣耀，我们还可以一起把温言和钱朵朵踩在脚下。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报复他们，夺回属于你的一切。你说的对，温言，我一次次向你示好，你却把我的脸放在地上踩踏。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董事会要开始了，你得抓紧了。
各位董事，我生病之后啊，一直由我孙子温言代理董事。鉴于我的年事已高，是时候更明确地考虑集团长远的管理架构和领导核心了。哎呀，确实是有的是了，没错。爷爷说的对，温氏确实需要焕然一新的年轻一代来带领。所以在会议正式开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对温氏未来至关重要的好消息。为了达到真正的强强联合，我非常荣幸的在此正式宣布，我将与柳氏集团的千金柳如烟小姐订婚。这却是他们俩呀！这不仅是我们俩的私事，也是温柳两家的资源、资本，还在人脉上也打算有深度的整合。我相信啊，我们两个的结合将会为温氏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确实。温浩少爷雄才大略，又有柳家鼎力支持，必能带领温氏再创辉煌。傅毅，支持温浩少爷接任集团总裁，负责全面工作。没想到啊，我在医院待了2年，公司已经成了柳家的天下。看来大多数董事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爷爷，为了公司的未来和发展，请您尊重董事会的集体决策。我提议啊，现在就开始投票，推举我温浩作为新任总裁。各位董事，现在集团选举靠的是关系人情，而不是个人能力了。哪怕带领集团走向亏损，大家也愿意无怨无悔地奉上自己的投票权。那么，我们坐在这里，讨论集团未来的意义，又是什么？温言，一直让公司亏钱的人是你，你那些光辉的投资失败记录，需要我当着所有董事会成员的面帮你重温一遍吗？至于你那个油田，确实是走了狗屎运，撞上一条谁都没想到的矿脉。不过，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成绩，也值得沾沾自喜。那块破油田就算再能挖，又能带领温氏走多远？温二少说的也有道理。既然你认为过往的失败不足以取信，一时的幸运也难登大雅，那么我们不妨换一种更直接、更公平的方式来做决断。集团目前正在全力筹备竞标东南亚的综合能源开发项目。这个项目是集团未来5年的战略重心，投资金额巨大，竞争者也都是国际上的顶尖财团。不如这样吧，我和温浩，谁能拿下这个项目的主导权，谁就自动担任集团的总裁职位，并且全权负责该项目。好，这个办法呀，确实，我同意。温氏的总裁职位，就该用那些开疆拓土的功勋来换取。这次提议，谁还有异议啊？沉住气，眼下众目睽睽，你若露怯，便是未战先败。放心，有柳家在背后为你铺路，提供他们无法企及的信息，你只需放手去做，把这个项目漂亮的拿下来，届时你便是众望所归。好，大哥，既然你非要自取其辱，那么我就奉陪到底。温言，你怎么还没睡啊？集团最近有个很重要的项目，我在查项目负责人。他是谁啊？他呀，他叫陈佑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认识啊。你怎么可能认识他啊？他呀是外籍华人，已经很早就去了东南亚，现在啊50多年没有回过国了。对，我在网上看见的。他现在做了很多慈善项目吗？对，确实，他做过不少慈善项目。永生果然没有忘记我当年的嘱托。温言，所以你也不要太担心了。相似的人呢，总会相互吸引。你放心吧，他一定会选择你的。好。哎，对了，豆豆，我看陈总说他明天有个晚宴。他一向比较看重家庭。明天你能跟我一块去吗？好，我必须陪你去。好，快去休息吧。那你也早一点睡。好，去吧。好久不见，来，好久不见。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他们不会是知难而退不来了吧？我比你了解温言，是的，他那种人，就算知道前路铺满荆棘，为了心中那点可笑的坚持，也会踏进来。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专门从苏富比拍回来的真品，价值连城。没有女孩不喜欢钻石。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晚宴，却不知道这是陈先生给他女儿准备的成人礼。陈先生老来得女，视若珍宝。如果今晚能让他女儿开心，印象分就赢了一半。多亏你带来这个内幕消息，我现在信心百倍。看文言还拿什么跟我争？哇，好漂亮啊！是啊，真美，真美，真是对呀！佳偶天成，太好看了！真好看。两个人好配啊！钱朵朵，你这穿的什么东西啊？钱朵朵，你这穿的什么东西啊？今天来的都是各界名流，你看看在场女士们，谁不是盛装出席，以示对主人的尊重？你是存心来给温言丢人，还是根本就没有把陈先生放在眼里？如烟，你这话有点过了。大嫂这不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格的晚会吗？难免有些不知所措。哎，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嫂啊，身份特殊，是我这个大哥当初心善，在路边捡回来的一个小乞丐，能见过多少世面，咱们要体谅，是不是？你们这边好热闹啊，在聊什么有趣的事呢？陈小姐正说起你呢，生日快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快看看喜不喜欢？好傻啊！你居然知道是我的生日！我爸爸总说不要声张，怕麻烦你们。你喜欢就好，我给你戴上。大嫂，我昨天晚上特意跟你说了，今天是陈小姐的生日，你不会没准备礼物吧？礼物？有。他怎么出去了？不知道啊。姐姐是这样的，姐姐我的好了，我的也好了。
哎，这什么呀？那送你的，生日快乐！天哪，这是什么？这不是小孩子吗？叶子啊，虫子？我没看错吧？这是用门口树叶做的蚂蚱吧？这算什么礼物啊？就是温大少，这是真的山穷水尽了，人间像样的生日礼物都拿不出来，让太太现场编草玩。钱朵朵，你可真是总能给我制造惊喜。我让你准备礼物，你就准备这个？从门口树上揪2片叶子，随便扭2下。你是觉得陈小姐的生日这么不值钱，还是你根本就觉得陈小姐只配得上这种垃圾？大哥，我知道你最近不好过，但再不好过，面子功夫也得做足吧。大嫂这样传出去，人家不会笑她，会笑我们温家不知体面，怠慢了贵客。陈小姐是什么身份？你让人家收下这个破烂，不是羞辱人家吗？礼物的价值从来不在其材质是否贵重，而在于送礼之人是否真诚，以及收礼之人是否感到开心和快乐。哇，这是用叶子编的吗？好厉害啊！怎么做的？它好像真的能跳一样。陈小姐，这礼物根本就配不上您的身份。哎呦，陈总来了！哎呀，真的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呀！我女儿喜欢钱小姐的礼物，这就足够了。至于其他，旁人无需智慧。爸爸，你看是不是很可爱？神仙姐姐，爸爸，你说什么呢？这是谁给你的？是那个大姐姐给我的。不能吃，会死人的。那。爸爸，你也认识大姐姐吗？爸爸，你也认识大姐姐吗？她是不是以前也给你编过蚱蜢呀？神仙姐姐，真的是你吗？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陈董事长，令媛天真又可爱，我送她的礼物，她喜欢就好。是了，姐姐说过，不能在人间暴露身份。燕朵，这位是爸爸的故人，你一定要珍惜好这份礼物，更要记住这份心意啊！故人，他们年纪相差那么大，怎么可能是故人？我们进里面叙叙旧吧。他们怎么会认识？他们要是私下敲定项目的事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陈叔叔，我是柳世红的女儿，之前去拜访过您的，你还记得吗？如烟，嘿嘿，你转眼长这么大了。陈叔叔，相信我爸爸已经跟您打过招呼了。什么意思啊？打过什么招呼呀？陈董，贵公司可是说好公平公正的，难道你们要搞什么内幕交情吗？不能仗着你们有交情就把项目给他们吧？对，是啊，搞什么没可能这样的，就是要讲公平公正啊！如烟，你怎么胡说呀？项目的事招标的时候再说，大家公平竞争。陈叔叔，我没有胡说，是我爸爸。保安，把这2人给我赶出去！不是，陈叔叔，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请。不用，我们自己走。哎呀，走了。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你打我！花这么多钱，还不如人编的草蚂蚱，要你什么用？你居然敢打我！
文言连我一根手指头都不敢动。他好，那你找他呀，看人家要你吗？多多，我想向你坦白一件事情。什么事啊？你说。我让王叔去查了你的身份，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对了，我不是给你说过吗？我是黑户，所以没有户口。那你跟陈有生……对了，我不想拿证，也是因为我没有户口嘛。那你的意思是，你愿意跟我领证？我愿意啊。户口的事交给我去办。如烟，别走，是我的错，是我气昏头了，不该打你的。你滚开！从小到大，没有人敢动我一根手指头，你居然敢打我！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要不是有我爸爸，你跟温言连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如烟，这是怎么了？他打我！我们家可没有打女人的传统，你是怎么敢动的手啊？如烟啊，我帮你教训他。我错了，我不是人，是我错了。如烟，请你原谅我。如烟呐，你现在要是走了，不是让温言那两口子看笑话了吗？是啊，我绝对不能让温言看笑话。是啊，我绝对不能让温言看笑话。对了，今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也不是如烟的错啊。如烟怎么会知道一个千金大小姐会喜欢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物件儿？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呀，是要准备好招标会。我们得搞定温言的方案，那样才能万无一失。是啊，我有办法。喂，帮我搞到温言的项目书。好。王叔啊，放心吧，王叔是我信得过的人。王叔，里面有我们的一些报价和一些核心数据，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哎，好的，去吧。开始吧。大哥，我先来，你不介意吧？关于本次地热开采的方案，我们有几个部分。这是我所设计的地热开采方案，请大家看一下。这是系统设计，这是我们的投标函。首先分了5大点，同时呢，这种项目介绍也同样分为3点，3个目标，一个是核心条款、响应内容、保证金。好，这是我见过的最好方案。这方案怎么和我的方案一模一样？你们收买了王叔。大哥，你说什么呢？到你了。温总，都准备好了吗？现在可以开始了。由于我的疏忽，导致方案的泄露。对，这个方案确实是温言自己亲自做的，他每天都在一遍遍调整数据、整理模型，我亲自从头跟到尾的，我可以作证。真的假的？你说这是真假？姐姐说的肯定不会假，怎么回事？这没想到这个温浩人品这么低劣。但他这个真没想到啊！到底谁说的是这个呀？对啊，怎么这样？大哥，你要是拿不出方案，可以直接认输。
怎么能凭空污蔑我呢？我还说我这方案是3个月前就筹备的，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作证啊。如烟，妈妈，是不是？是啊，温浩为了这个项目，几乎都住在公司里，人都瘦了1圈了。所以，你有证据吗？我当然有证据。你要是有证据的话，早都拿出来了，根本就不会在这里虚张声势。我有个习惯，在制作 PPT 的时候会设置隐藏的水印。温浩，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方案会有我设置的隐藏水印？隐藏水印？不知道啊？说的是真的啊？真的假的？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这肯定是有人篡改了我的方案，对，就是你买通了我的人，在我的方案加水印。哦，是吗？我记得在 PPT 的第3页中，热电转换的效率是6%到12%，对吧？你看我的方案，当然知道数据。其实，第3页是系统设计，第2部分才讲到发电和热能效应，而它在第8页。温浩，你做了3个月的方案，为什么连基本的结构设计都记不清楚？温总，是我对不起你，二少爷他找到我说，只要我拿到方案出来，就能帮我女儿找到适合的眼角膜。我一时糊涂，我鬼迷心窍啊！是他呀，哎呀，谁想到啊？真是如此。万浩先生，商业竞争是需要实力和诚信的，我公司绝不会和你合作，请你马上离开会场。哼！你等着！哼！如今，温言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吧？我看呀，温言能赢，未必靠的是能力。温言的方案都通过了，怎么不是靠实力？哼！钱朵朵，这又没外人，你何必再演了？温言能赢靠的是谁？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恐怕是靠你和那位陈董事长某些见不得光的关系。刘如烟，注意你的措辞，不但信口雌黄，污蔑我妻子的名誉，我不介意让律师立刻给你发来。温言，我这是为你好，你不如好好去查查，你这位千娇万宠、来历不明的小妻子，背地里和你那位贵人陈董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住嘴！以后谁要再污蔑朵朵，我不介意把他赶出家门。至于总裁之位，按照以前的约定，由温言接任。此事无需在意。现在温浩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肯定会拿出最后的底牌，恐怕就是给你换运的罪魁祸首。等我抓到他，你就可以安枕无忧了。那时候，我是不是就该离开，回天上复命了？可是，我好舍不得你。学师，失败了。真完了。急什么？本座早已感知到气息有变，有人破了我的局。是钱朵朵，一定是那个小贱人搞的鬼。只要他一出现，什么事情都变了。哼！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仗着几分微末道行，也敢拦本座的路。
既然他非要强出头，那本座便亲自去会会他，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道法。黄口小儿也敢在本座面前班门弄斧！温总，是你帮我女儿找到的眼角膜，联系了最好的医生，对吗？以后如果有难处，可直接来找我。谢谢，我偷了资料，你不但没有追究，还这样帮我，我这张老脸真的没法见你啊！你的女儿毕竟是无辜的，而且你当众说出了真相，也算是将功补过了。谢谢，真的谢谢你。快先回去吧。好。不愧是时势善人，这样的人本就该身负厚德，承托财运。朵朵，怎么了？怎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没事儿，我们回家吧。好，走。走。温言、朵朵啊，你们快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位贵客。这位就是在龙虎山修行多年的玄真子大师，道法高深，是温浩和他妈妈费尽了心力，专程请来为我们家调理风水，增益家运。看来这位就是之前给温阳和温浩换命的幕后真凶了。先探探他的底细。大哥，大师可不是寻常人家能请到的。要不是妈妈心诚有了仙师保佑，咱们家往后肯定一帆风顺，绝对不会再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和事所妨碍。哦，龙虎山来的仙师，我小时候跟奶奶去龙虎山旅游过呢。听说那里的道士都会画符念咒。仙师呀，那您一定很厉害吧？不得无礼，仙师是得道高人，且是街头卖艺的江湖术士可比的。有些人啊，自己没见过世面，就不要乱说话。不是说了是传世高手吗？那我自然会好奇啊。爷爷，你说是不是？为我们温家调理风水是件大事，自然要验明正身嘛。最近我可听说了，来了好多江湖骗子。前几天新闻还报道说有人冒充和尚来骗钱呢。朵朵呀，说的也有道理。玄真子仙师，您说呢？无妨，小姑娘谨慎点是好事。不知小友要如何验看？仙师啊，我听闻传世高手可以感应天地之灵气，辨物识真。不如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钱朵朵，你不要太过分，仙师只是你能戏耍的。不就是一个小测试吗？如果仙师是真的，那他便可轻而易举，除非有人心虚。我觉得朵朵这个提议非常好，毕竟是请过来看风水的高人，展示些真本事也是应当的。仙师意下如何？好，便依小友所言。太好了，仙师，请稍等。仙师，我这里有2个锦囊，只有一个装着我刚才随手从花园里面摘出来的一片叶子。既然能感应天地灵气，那不妨来感应一下，我这2个锦囊里哪个有叶子？钱朵朵，你这是什么儿戏测试啊？是啊，仙师，您不必理会他。哎呀，猜错了，是右手边的呢。有趣，小友的障眼法用得巧妙。仙师啊，您在说什么呢？听不懂。那便看看这个吧。
仙鹤，真是仙家手段呐！现在看到了吧，钱朵朵，你还有什么话说？磷粉、镁粉，这种最基本的唤醒术的手法，在我7岁那年，隔壁杂耍班的王叔叔就已经教会我了。哎，要不要我给你们还原一个更大的？有这么大？哼，既然小友不信，那便看一下真本事吧。嘿，去！以草木生机为引，催动煞气。巫家一脉早于100年前便已式微，其禁术窃运篇更是更早，明令毁弃。你这些手段虽说加以伪装，再加一些正道的符箓皮毛，但这夺生化煞的核心却仍瞒不过我。想不到你竟然能使出巫家秘术，还能与自身灵光相抗。哦，我明白了，你一开始就故意激我，用粗浅的戏法挑衅，逼我在众人面前动用消耗颇大的真本事，好观察我的灵力运转路数，判断我的来历。呵呵，好一个伶俐狡猾的小妮子！老夫行走世间数十载，没想到却在你这里着了道，露出了根脚。哼，以贫道所见，你也未必是修行之人吧？仙师，那我是什么人？诸位，此女来历蹊跷，行踪成谜。以贫道所见，定是那摄取人之精魄气运，以滋养自身的山精妖魅。胡说！自从朵朵出现后，很多事情都有了转机。哼，或许他便是在你气运渐衰之时，便已潜伏在你的身边了。此话怎讲？这便是此妖物的算计，先任你衰败，甚至暗中推波助澜，在你陷入绝境、心房坠落之时，他便以拯救者的姿态降临，是以小恩小惠，如此你便感恩戴德，深信不疑，将全部身心托付于他，他便能像藤蔓缠绕大树一般，名正言顺、细水长流的摄取你的最精纯的福缘命数。表面上看你是运势回转，实则是他为长期寄生而施于你的残羹冷炙，你的精神早已被他蛀空，此等心计岂是凡人能有？妖人，休要在这妖言惑众，朵朵她不可能会是妖物的。你曾经那么爱我，忽然对这个钱朵朵死心塌地，这怎么可能呢？我之前一直想不通，现在一切都有了解释，就是因为这个钱朵朵她会妖术。对，当天在拍卖会上，他就变出了一枚通宝。如果他不是妖物，那他怎么能做到？是啊，他当日出现在婚礼现场，那种姿容，我还在想人间怎么会有这种角色。你说我家朵朵是妖物，你可有证据？温大少既然不信，那贫道只好得罪了。此乃龙虎山镇妖宝镜的仿器，虽不及真品的万一，但要照出此妖物的原形足矣。妖孽，看你此次还如何伪装！妖孽，看你此次还如何伪装！温言，你这是干什么？就算他说的是真的，就算你真的是山精妖美，是为了我的气运而来，温言，我也认了。我这条命是你一次次捡回来的，我不需要他救，更不许他伤你。温大少，你被此妖物迷惑心智，无法自拔，还请速速让开，让本仙师施法救你于水火呀！温言，你让开！我不。温言，你相信我，我不是妖物。
这绝对不是什么照妖镜，他知道我不是妖物。我看这是一面摄魂镜，不如将计就计，正好我也可以看看这镜子里面到底还关着多少无辜生灵。天地无极，玄镜锁魂，收！多多，多多，还以为多大的道行，不过也是手到擒来。多多，你对他做了什么？温大少，稍安勿躁。我已将此妖物用本派的镇妖宝镜射入镜中镇压，你所报的只是一具被妖物占据已久的空洞肉身罢了。太好了，先生果然法力无边。那把这害人的肉身赶紧处理掉。正是，此妖物盘踞已久，煞气与妖气早已浸染此身。若不及时焚毁，其一，妖物元神与肉身残留气息感应，徒增变数；其二，妖物煞气留存宅中，会继续侵染家宅，轻则破财，重则伤身。多多，为绝后患，为保温家上下平安，必须立即将此妖身以真火焚毁，才能挡你这一切污秽。是啊，爷爷，仙师说的对，斩草要除根，烧了它才能保我们家平安呐。就是看着就晦气。我看谁敢动他，谁动他一根头发，我就让谁给他陪葬。他没死，他只是睡着了，我会等他醒来。痴儿啊，痴儿啊，温大少，你已被其蛊惑，失去了理智。温老爷，您是一家之主，当断则断呐。此乃关乎着温家上下气运性命的大事。您是温言的母亲，我看过您的照片。你是？我是温言的妻子。我是温言的妻子。温言结婚了，我还以为被夺气运后他会悲惨一生，没想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年并非单纯病故，江禅入门后便与那妖道合谋，以我的性命和全部福缘为祭，启动邪阵，将温言的滔天气运强行嫁接转渡到温浩身上，而我的魂魄也被禁锢于此境，成为那邪阵持续运转的灯油之一。原来如此，我还一直好奇这邪阵该如何运作，原来是要拿清源献祭。正是，那妖道并非只想夺运，他真正想要的是温言那具承载着十世功德的肉身道胎。若温言毫无求生欲，他便能夺舍，启动邪功，长生不死。而江禅则想让他儿子彻底取代言儿。原来如此，孩子，你必须尽快出去。这镜子既是囚笼，也是枢纽。这镜面左下角有一道旧裂缝，是当年炼制时的瑕疵，也是此镜最薄弱之处。我将残余魂力助你，你可冲击此处，你我里应外合，必能破镜。不，伯母，
你相信我，我带你们一起冲出去，打破这邪阵的核心，让所有被囚灵魂都能解脱。文言，把多多的肉体交给仙师吧，这是为了这个家，也是为了你呀。这是为了你，也是为了这个家呀。这个家，这个任由邪道横行、伤害家人的家，不要也罢。今日，除非我死了，否则没人能带走他。还等什么？温老已经下令，赶紧把温大少拉开，将妖神夺过来。是，我可谁敢动？浩浩，快让你大哥冷静一下。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从内部冲击魂境？天地玄黄这种啊！多多，多多，无假余孽，你的戏该落幕了，该结束了。啊！你竟然真的毁了我的本命邪偶！你到底是何方神圣？爷爷，事情是这样的，温言本该有着十世善人的天大好运，可是自小却被这妖道还有江禅等人用这邪术困住，转嫁给温浩。当年温言的母亲林婉清就是被他们害死，魂魄囚于这境中，以魂魄作为养料。他们几个最终的目的，就是等到温言的气运被全部吸干以后，肉体成为最纯净的道胎，让这妖道夺舍重生，再让温浩继承温言的一切。不是这样的，别听他胡说。走，画地为牢，进。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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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吧！林婉清女士已经把害死她的证据全部都给我了。多多，你没事吧？啊！我没事，没事，以后都不会有事了。还是到了这一步，本源之力一动，痕迹便再也藏不住。天道注视，恐怕很快就要来了。爷爷，我知道错了，爷爷，爷爷，走，爷爷，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爷爷，走，爷爷，文浩，错了，爷爷，你去坐牢了，我怎么办呀？文言，多多，你的脸色很不好，我扶你回房间休息一下吧。不，文言，带我去个地方，要高，要开阔，要能看见整个城市。现在就带我去，我要出去透透气。现在，可是你，文言，是时候向你坦白我的身份了。好，我带你去。走。很重吧？不重。撒谎！神仙承载着人间怨念与功德，本就重如千山。你把我放下来吧，歇一歇。不用，就快到了。
温言，我想喝水。好，我去给你买。你在这里等我。好。哎呀，我的小祖宗，我的小姑奶奶，你闯了大祸了！下凡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万不可动用法术。凡间浊气沉沉，你稍微漏一点气息也罢了，你可倒好，直接来个大爆发，凌霄宝殿上当场就感应到了。财神爷爷，你先别着急，我用了便是用了。若是温言的十世善根被那些混蛋玷污，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我只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事？你知道这个该做的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你要受天规责罚的呀！天规责罚？罚什么？是替仙骨吗？还是废掉万年修为？那正好，这仙骨我不要了。您回去禀告玉帝，钱朵朵自愿受罚。这身仙骨尽管拿去，万年修为尽可废去。我只愿留在凡间，做一个普通人，陪温言过完剩下的平安顺遂的每一世。钱朵朵，你不说你是过来的帮忙的吗？我跟你没有什么，我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既然忙已经帮完了，你快走。你从来没有想过跟我在一起？当然没有。你也知道，我和如渊有很多美好的过去，跟你在一起，只不过是气他罢了。我不信，你就是在骗我。你要的水，我要回去了。如烟还在家里等着我，她一定会伤心。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再也不理你了。朵朵，你是仙女，怎么能为我一介凡人放弃修为？回去继续做你的财神娘子。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再也不理你了。温言，你今天要是敢走，我保证你今生今世再也看不见我。我愿用我十世善行换取朵朵不受责罚。小子，你可想好了？失去这十世功德，你便与常人无异，甚至还会因前世的因果轻微反噬，导致命运坎坷，多病多灾，再无如今这般顺遂、富贵、健康，甚至长寿福泽都可能折损。我想得很清楚，功德福报对我来说不过是身外之物，若能用这些换取朵朵周全，物尽其用，值了。请仙师成全，现在就取走吧，莫让朵朵察觉。唉，好吧。小朵朵，随我回去吧，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另外，我会跟玉帝求情，免除你的责罚。不，我现在要回温家，我要问清楚。唉，朵朵，凡人之心最是复杂，或者他有他的考量，或者你俩的缘分已尽。天规森严，你此番动静太大，凡间万不能滞留。跟我回去吧，莫要再执着了。朵朵，回去了就好，只要你平安无事，在云端继续做那个快乐的小仙女，我怎样都没关系。这辈子能遇见你，守护我，已经是我十世修来的最大的福报。陈院长，这是善念基金下一季度的资助计划草案，你看一下。除了基本的生活和教育保障之外，我想新增一个特殊才能发展基金，专门培养孩子们在艺术、体育或者其他学科方面的天赋。毕竟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温先生，真是太感谢你了。这1年来，多亏您的基金呀，持续帮助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改善太多了。您自己的身体还没完全康复，还这么惦记他们。温总，谢谢你。院长您说笑了，能做些实实在在的事，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治愈。多多老师，看我的风车抓得快不快？多多老师，帮我系一下蝴蝶结。多多老师，来，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多多，是你吗？可能是幻觉吗？等一下，给你件大泡泡。多多，是你吗？可能是幻觉吗？多多，真的是你，你回来了！多多，多多，你是谁啊？干嘛抱住我？他不是多多，怎么可能？多多，是我，我是温言啊。可是我不认识你啊。难道只是长得像而已？对不起，是我唐突了，认错人了，打扰了。喂，我说温大少的耐心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吗？什么？上次在观景台是哪个狠心的人骗我，说那么绝情的话，害我伤心了好久，就只准你这样对我，就不能稍微回来报复那么一下下？你怎么回来了？不对，你不会为了我踢了千古来到人间找的我吧？某个大傻子为了让我不受罚，放弃了实世功德，甚至连玉帝都感动了。玉帝小惩大戒，暂时削了我财神娘子之职，贬为戴罪散仙，待你100年之后，我们同归天庭。同归天庭？十世善人，百代难出，本就应享人间极贵极乐，寿终正寝后再归仙班呀。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吗？多多，我好想你，我再也不骗你了，我再也不骗你了，我再也不放开你了，多多，我再也不放开你了。傻瓜，我们永远在一起。我想你，我也好想你，我每天都在想你。朵朵老师，这个叔叔是谁呀？他怎么抱着你哭啊？他呀，他是朵朵老师最重要的人，是朵朵老师的老公。那你们也有小朋友吗？你说什么呢？电视上都是这样，结了婚就有小朋友啦。叔叔努力努力，很快就会有小朋友了。以后罚你不准看电视啊？为什么？朵朵老师，你也太霸道了吧！叔叔，你娶了朵朵老师，以后有你受了。现在的小朋友懂得还真多。好，眼见为实。闻言经此一劫，实是善根的本性反而愈发纯粹明朗，行事谨慎低调，心怀细致仁念，确实将功德用在了正道。这小丫头也比在云端时更添了生气与地气，那份对孩童和弱者发自内心的喜爱与守护，并非为了积攒功德而所做的表演，乃是本性中至善至柔的流露，如此方不负那十世功德所带来的机缘呐！
多多，怎么了？啊，没什么。那我们去玩吧。走。你看我衣服好不好看？温总、温老爷子、朵朵小姐，我们来给你们拜个早年，过年好！叫人。温叔叔新年好，朵朵阿姨新年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能让我看见。爸爸说我能上学，能看清这个世界，都是因为遇见了你们。圆圆真乖，眼睛长得真漂亮，听话，以后好好读书，去看更多更美丽的风景，好不好？好。温先生，朵朵老师，没打扰吧？孩子们非要让我把他们一起画的画送过来，说一定要谢谢温叔叔和朵朵老师给的阳光和雨水。您真是太客气了。你放心，这幅画我们一定会好好珍藏。快请坐吧，大家。坐吧。爷爷，你看，画的可不是好啊！陈总，欢迎欢迎。你好，朵朵姐姐，我好想你。陈总，恕我冒昧，我一直很好奇，您跟朵朵似乎颇有渊源，还有念朵这个名字。温总问得好。其实今天来到这里的人，虽然大家身份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大家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感恩。少年时我经历了一场致命危机，是朵朵救了我，感谢你们夫妇的善良，不仅帮助了我个人，还将这份善意传播开来，惠及了更多的人。哎呀，其实我们帮助了大家，我自己也特别高兴。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正好今天是年节，大家都别走，我准备了好多菜，我们就一起在这里热热闹闹的吃一顿团圆饭，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入席吧。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原来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仙法就是柴米油盐，岁月平安。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拥有你的一生。来，让我们共同举杯，恭贺新春！来，新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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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